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套房的这个简易的浓汤哦。我们做的是海鲜浓汤，这个说真的，小套房来做的是最适合我，尤其弄一个这个浓汤。你说小套房里面做个中餐，那当然；可是如果可以做一个看起来蛮高级的西餐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首先我们先把洋葱部分准备好，洋葱把它切成丁状，它稍微花一点时间煮一下。把它切成丁是我们要的小丁。我们每次在煮这个小套房，这个我也真不懂，就一定要换一个小刀给我，然后一个小的这个仪式感，是不是？对。对，有帮磨刀吗？对。当然了，小套房很多人也是刀子不利啦，这也是事实啦。但这个才是很妙，每次在切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在扮家家酒。我这小时候真的有在扮家家酒，没有在开玩笑的，我姐都会逼我。对，然后用一个土啊，用那个土炒的菜硬叫我吃，我这永远都记得这一幕。然后不吃，他还说：“爸爸，你不喜欢我们。”很惨。我怎么会当妈妈吧？对不对？啊，有啦，尤其是当弟弟啦。这个培根其实一片就够了，我觉得。当然我是开2片。那培根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在小套房呢做菜呢，它又跟什么？它又跟一般的厨房不一样。哪边不一样呢？好比说，这个我们今天有海鲜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在做这个任何的料理的时候，遇到海鲜，我们可能会让它把腥味拿掉，所以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穿烫啦，或干嘛？看我们这边加酒啦，或干嘛？但你在小套房，你没有那么多的设备，所以在没有那么多的设备情况之下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是白酱的浓汤，我跟你说，培根它一定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培根的香气跟培根的油，除非你海鲜坏掉。不然一定压过去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培根放进来。好了，既然都已经准备了，不然也会丢掉，我们就两培根好了啦。哦，把培根放进来，然后跟什么？跟洋葱下去炒一炒，然后再把水上去煨一煨，然后再把海鲜放进去，功德圆满。其实小套房料理对我来说它不陌生，它不陌生原因是什么？以前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，我的切菜板就这么大，但是刀就不是了，哇，那就是要专业的刀了。对不对？不成比例，但是就是为了要跟自己更加不一样。好，然后洋葱1/4颗把它放进来。哦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先开火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来处理我们其他要的。一样，这边这个红色的部分呢，它腥味会比较重，所以我们把它拿掉。哦，你可以怎么切呢？刚刚翻过来，对不对？压过来这样切。哦，你记住好这样切，但是你可能会切到手，翻过来就比较不会。好，那因为是做西式的，所以我们的那个鱼啊，这些可以大块一点，划开后，那个汤看起来比较有分量，对不对？放过来这边。好，接下来中卷，中卷你就可以怎么切圈。因为它是海鲜汤嘛，整个有没有天摇地晃的？没有什么生命迹象哦。对啊，好，这个也不要浪费。但说真的啦，这个在西餐里面，你如果有印象中的话，他们不太用这个，这个基本上他会拿去炸。但我们就把它拿来用嘛，对不对？你会想说，我这个整个放进去的没有人要切，这放进去拿出来吓死人，以为什么八爪鱼？不要闹，好，就大大的这样。好，料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一样，我们呢还是一样把这个奶油跟面粉把它拌在一起，一样把它抓一抓，方便待会的。它其实我们待会把鲜奶油放进去，它就会有一点勾芡的效果，因为鲜奶油本来就浓嘛。但你再放一点点奶油，一方面比较香，再一方面那个浓汤的话，更有那个浓汤的感觉。这个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做起来了，你女朋友去你的那个宿舍啊，或者是你的小套房不得了。我跟你说，而且这个做完之后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，煮个意大利面。把它拌上就变成意大利面，白酱海鲜意大利面，对不对？
你也可以把它什么跟饭结合起来。但是我不太认为会这么巧，你有烤箱啊，有的话你可以做焗饭，都很方便。哦，因为其实做菜是这样，就你现有的这个资源之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做你可以做的东西。这是我觉得每次做菜最有趣的地方在哪边，就在这边。好，那你就慢慢去炒它，因为我们是用这个卡式炉，火也没那么大。你看我从来也没有看，我就这样拉，对不对？只要确定它没有焦就好了。但是还是要看一下焦到是好笑的。然后可以炒到什么？炒到那个，因为你是白酱，我建议啦，你不要炒到那个颜色太深，因为不然你的白酱看起来黑黑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？放一点水进来，煨。核心吗？对。你就这样了。嘿，你看讲完之后，我多做几下。正经一点，好不好？这还好，因为蛮轻的。然后你就去滚它。接下来它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海鲜放进去，然后鲜奶油放进去，然后这个放进去勾芡，完成。吓一跳吧，对不对？那你有面啊，其实也不见得意大利面啊，一般的面都可以的。你只要做一些拌面啊什么，反正很西式啊，就很开心啊。你如果说你要让你的东西再稍微有一点点高级，有一个小撇步啦，因为这也不是说撇步啦。是不是有在卖那种市售的那种叫什么松露油啊？有没有？好的时候滴几滴上去，哎呦，松露海鲜浓汤啊！我好厉害，我有滴能滴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，因为培根有咸味，我们可以这个时候来调味道。哦，这个可以放一点盐进来。好，滚了有没有？滚了。好，鱼跟中卷跟虾，鱼放进去煮，它不会。因为煮老了不好吃，因为它里面我们的火不大，所以我会建议，就是先把鱼放进去。你一次放进去呢，它的火就会，它的这个温度不够嘞，它就不会滚。好，而且把它拌开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放什么？鱼也好了，对不对？中卷放进来，因为这些以块头来说的话，这些会比较慢熟。哦，要把它放进来。拌稍微轻一点，因为鱼怕散掉了。好，你现在看这个好像终于有点要熟不熟的时候，来虾放进来，我们也是料很多哈。虽然小套房没有在客气，家境好的小套房。那这些进来之后呢，它的味道就会变得很鲜美。为什么？因为海鲜多。哦，好，然后鲜奶油就可以进来。这就是我们熟悉，看起来乍看已经很像海鲜浓汤了嘛。Very good。好，接下来奶油准备好，等它要滚不滚的时候，有没有？现在快滚了，来，我们就先挖一块奶油进来。然后把它放进来，然后稍微让它融一下，因为里面有面粉。那你要稍微检查一下不要到时候那个面粉一勾。还有一个小方法，放薯泥进去也行。好，煮好了，想不到吧？我们现在盛盘。好，如何？这样的海鲜汤应该还可以吧？可以看哦，拿出来这个所有的海鲜都在里面，有中卷它最主要是它不会有腥味的原因，是因为培根。哦，那你当然你说家里有 parsley 啊或干嘛也行，没有 parsley 你就直接加。哇，对，你可以加胡椒。
一定很烫，因为浓汤要小心。你会喜欢。你又有蛤蟆，再放蛤蟆进去，就是那种康敲的那样，有没有？面、饭，或是弄个法国面包沾着吃，这一餐不巧，你可能又有蜡烛，有没有？不巧，灯又暗掉，你跟你女朋友2个人，你跟你太太2个人，跟太太小大棒比较辛苦了，跟女朋友2个人，烛光晚餐吃这个，马上爱上。啊，好吃。